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女人上了年纪，身材发福该怎么穿？学学她们两个，贵气不油腻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时光匆匆，我们的身体难免会随着岁月的痕迹而发生改变。步入中年，新陈代谢减缓，身形或许会逐渐丰满，但这绝不是我们放弃追求美的理由。特别是在穿衣打扮上，我们依然可以展现自己的风采。谁说年龄和体型会成为时尚的障碍呢？这期咖啡屋，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在冬季通过搭配散发出迷人的气质。发福烧的朋友们，不妨参考一下英拉的穿衣风格，她对裙装的搭配技巧尤其值得我们学习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并学习她的穿搭智慧吧。1. 年过50的中年女性，跟着真名媛英拉学穿搭。1. 中年女性穿裙装更端庄得体。随着岁月流转，女性的身姿和容颜难免会经历一些变化。无论怎样精心装扮，时间的印记总是难以完全遮掩。在这样的年纪，我们无需刻意追求年轻，而是要找到那些能够衬托自己气质的服饰。对于随着岁月而变得丰腴的姐妹们，裙装往往比裤装更能展现出你的优雅与端庄。只需看看这组对比，便能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差异。2. 英拉的裙装穿搭既优雅又不刻板，值得借鉴。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挑选裙子并非一件随心所欲的事。许多人认为，步入中年的女性穿长裙会显得更加庄重合适。然而，并非每位中年女性都适合那种超过膝盖的长裙。对于那些身材微胖、身高偏矮或者腿部线条不够完美的女性来说，长裙有时反而会凸显身材上的不足。实际上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，膝盖以上的裙子往往更能展现她们的身材优势。以泰国前首相英拉的着装为例，她的裙装通常选择在膝盖上下长度，而且她喜欢将上衣与裙子搭配得恰到好处，既展现了女性的优雅，又避免了过于严肃的感觉。即便身材略显丰满，她的穿搭依然显得非常高级，充满了时尚感。2. 根据身形选择裙装，才能美得更端庄得体。1. 英拉的身材分析。裙装穿着好不好看，适合最重要。那在选择适合的裙装前，你需要先了解你的身形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的身形分类可以大致分为苹果型、沙漏型、直筒型、梨形、倒三角形。而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苹果型身材，也就是腰腹部赘肉会比较多。英拉也是，她算是骨架比较大的苹果型身材，看上去肉感比较强，腰腹部会有明显的突出感。那对于这类身形的女性，相较于裤装来说，裙装的修饰效果会更强。对比看一下这一组，就能明显感受到裙装对身形有什么影响呢？ 1. 长短的选择。裙子根据长短可以大致分为5类，也就是迷你裙、短裙、及膝裙、过膝裙、长裙等。具体的长度可参考这张图。一般来说，中年女性选择过膝裙是比较端庄得体的，因为超过膝盖的长度不容易出现尴尬的情况，且还可以保护膝盖。但如果是小个子、微胖或苹果型身材的女性，裙装最好选择及膝裙或在膝盖上一点位置，可以很好地修饰我们的腿部线条，且不易显矮。2. 版型大小的影响。除了长度之外，裙装的版型对视觉的影响也非常大。比如说宽版型和直筒型，版型宽松的裙装很容易因为下摆过大而拉宽横向比例，导致显得笨重或是比例不好。相反，版型小的反而能延伸纵向比例，
让身形看上去更加纤细，也更显瘦。这样的视觉效果用在上半身也是一样的。很多中年姐妹们会因为身材走样就选择一些宽松的服装。实际上，宽松的服装反而容易暴露身形显得臃肿，而合身能展现曲线的穿搭才更显瘦。可以看图对比看一下。3. 图案对视觉的影响。图案在一定程度上会具有膨胀感。对于微胖的女性来说，要尽量避开繁杂设计的裙装，清爽干净的款式会显瘦，且看上去也会更显大方。如果觉得基础色的裙装会显得太单调，也不要着急，可以选择这种大面积纯色的搭配，也能化解色彩的枯燥感，且看上去会更加沉稳大气。不过要注意，最好降低一下颜色的饱和度，太过明艳的颜色难驾驭且容易显胖。中年微胖发福型穿搭重点：显瘦曲线塑造。1. 利用颜色和细节的分割感，让身形更显瘦。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尽量避免全身黑的搭配，因为这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瘦身效果，反而可能会让身形显得更加丰满。可以巧妙地运用色彩的分割原理，就像我们看到的2个相同大小的正方形，右边那个加入了色彩分割的看起来比左边的要小一些，这是因为我们的视线更容易被鲜艳的颜色所吸引，从而忽略了其他部分，自然就感觉它更小了。在日常穿搭中，这个原理同样适用。通过巧妙地利用不同色彩的色块来分散视觉焦点，可以有效地营造出更加苗条的视觉效果。英拉的这2套搭配就是很好的例子。2. 身材微胖，直线条收腰搭配高腰线。咱们都知道，对于那些稍微丰满一点的女生来说，宽松的衣服确实能帮我们遮住一些肉，但它们并不能真正帮我们美化身形。要想让自己看起来身材匀称、气质出众，关键在于巧妙地展现腰线。通过突出腰部线条，我们不仅能避免衣服显得臃肿，还能巧妙地调整身体比例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协调和有型。选择略微收腰的版型，或是利用腰带起到束腰效果，可以让穿着看上去更加气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腰线在比较瘦的位置会更好，利用服装的宽松下摆，刚好能遮掩腹部。3. 营造纵向线条，向上或向下延伸。除了比例的营造，我们还需要懂得利用线条来让身形向上或向下延伸，比如说通过露肤让视觉上移达到向上延伸的目的，又或者选择直筒型或是有垂顺感的裙子延长纵向线条。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通过露肤打造延伸的效果时，选择 V 字形效果会更好。V 字形自身会有一个向上向下延伸的效果，选择 V 领的单品是开叉的裙装等，效果会更好。3. 裙装穿出贵气感优雅。英拉是这样做的：第一，利落简约的款式，避开显胖和廉价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裙装是展现优雅气质的绝佳选择。挑选时，关键在于避免那些看起来不够档次的材质和设计。简约的款式最能凸显出成熟女性的高贵气质，因此复杂的装饰和过多的细节应当尽量避免。在材质方面，网纱和棉麻虽然舒适，但往往缺乏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质感。相反，棉质、缎面或西装面料则能更好地衬托出女性的优雅与品味。这些面料不仅触感舒适，而且在视觉上也显得更加高级，能够轻松打造出既得体又不失贵气的造型。第二，避开花哨颜色，选择纯色更大气。颜色上避开花哨的颜色，选择纯色会更大气，而且面积小且远离脸部的半身裙对色彩的包容性会更高。即使亮色也可以很轻松地驾驭，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全身搭配时颜色不超过3种，
且鲜艳色最多一种。第三，小面积露肤和精致首饰点缀。在打造个人风格时，巧妙地运用细节元素，可以显著提升整体造型的时尚度和精致感。例如，恰到好处的露肤设计，不仅增添了一丝性感，还能让整体装扮显得更加生动。而精美的首饰，如耳环或项链，恰如其分地点缀在身上，能够有效提升个人气质，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英拉的穿搭风格就很值得借鉴，她偏爱使用丝巾和珍珠耳环作为点缀，这些小细节不仅让她的着装显得更加精致，还巧妙地平衡了正式场合的严肃感，为她的形象增添了一抹轻松和趣味。同样身材发福，为什么别人穿衣显大方，而你穿衣却显油腻？中年发福的女人穿搭注意点在哪里呢？一，什么是油腻感打扮？其实对于女性来说，不管多少岁都有爱美的权利，但是我发现到了中年之后，我们都会面临同样一个词，就是中年油腻。相信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个出现在自己的身上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我们在进入中年之后，尤其是对于有发福情况的女性来说，一不小心就变得油腻了。比如说穿着打扮上，很多人觉得自己胖了，就穿着松松垮垮的服装来遮掩，又或者是披红挂绿来让自己看上去更洋气。实际上这些都是看上去舒适或时髦，实则暗搓搓的显油腻和老土。而这些打扮要么是因为周围人都这样穿，要么就是被剧中大妈形象欺骗了。就拿许娣来说，在影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饰演的中年妈妈，就是大妈卷加花花绿绿的穿搭和大红唇的形象，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大妈式打扮的刻板印象。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娣却是以简约的发型、纯色的穿搭以及得体的妆容出现，可以说前后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同样中年发福，却完全没有中年油腻感。二，即便身材发福，也要拒绝油腻感。看许娣用2招解决。其实身材稍微丰满一些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真正可怕的是就此放弃对个人形象的打理，这往往是许多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，显得油腻的原因。因此不要让年龄或身材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，即便步入中年，身材有些变化，依然可以保持优雅的风范。以许娣为例，她总是能够巧妙地通过服饰来避免给人留下油腻的印象。她的着装技巧对于我们这些步入中年、身材发福的女性来说，是极好的借鉴。第一招，穿衣要扬长避短，拒绝臃肿邋遢。一，身材发福，搭配也有腰线。很多女性一旦身材变得丰满，便倾向于选择宽松的衣物来掩饰身形。然而对于那些微胖的女性而言，宽松的服装有时反而会让人看起来更加圆润，甚至显得有些不修边幅。以裙子为例，宽松的款式穿在身形苗条的女性身上，往往流露出一种自在而悠闲的气质。但对于那些稍微丰腴的女性来说，宽松的裙子可能会让她们显得更加庞大。相反，那些腰部线条稍微收紧的裙子，更能衬托出微胖女性的身形，展现出她们独特的魅力。这一点也体现在穿着上。如果你也中年发福，就千万不要追求什么宽松服装显瘦了，带有腰线的穿搭才能避开邋遢。像许娣的穿搭，利用上短下长或是短款外套营造腰线，整个人看上去就有精神气质许多。二，内紧外松，打造穿搭层次感。在秋冬季节，我们得特别留心自己的穿着搭配，尤其是要避免那种宽松的内搭配上宽松的外套的组合。这种搭配方式对于身形稍显丰满的女性来说，很容易让身材看起来更加圆润。不够苗条，如果你的肩膀较宽，背部较厚，
或者身上有些许赘肉，那么这样的搭配就更不适合你了。不妨参考一下许娣的穿衣风格，她通常会选择一件贴身的黑色连衣裙作为内搭，外面再搭配一件剪裁利落、线条感强的大衣。这种内紧外松的搭配不仅让整体造型显得更有层次，而且还能巧妙地遮掩身形上的不足，达到视觉上的显瘦效果。这样的搭配不仅让人看起来更加有气质，还显得格外优雅。3. 设计款服装搭配简约单品，时髦又扬长避短。女人上了年纪，在选择装扮时，确实应该避免一种风格，那就是全身上下都充斥着繁复图案的搭配。首先，那些设计复杂、视觉冲击力强的服饰很容易凸显出身体线条。对于那些身材稍有变化的女性来说，这可能会让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变得显眼。其次，许多带有复杂图案的服装对个人气质和肤色有着较高的要求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穿出一种土俗的感觉。对于这种风格，建议选择颜色上不要过于花哨或鲜艳，而是多采用一些基础款式的单品来平衡整体造型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够显得更加优雅，还能让整体搭配看起来更加和谐好看。第二招，气质上要做到反油腻，从穿衣色彩上改变。一是明色调与暗色调的色彩搭配。花哨的服装虽然看上去洋气时髦，但实际上穿起来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。而比起花哨的穿搭，许娣对于色彩的运用就很值得借鉴，利用明色调与暗色调的组合，比如说红和黑的搭配，提亮肤色显年轻的同时又不会显得俗气。二是全身暗色要学会用一点亮提升气色。气质上做到反油腻，还需要懂得避开暗沉显老的穿搭，比如说一身黑的搭配，虽然黑色很显高级显瘦，但全身暗色调会让整个人看上去没有精神，自然也会显老。因此在穿着全身暗色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利用一点亮来提升气色。像许娣在黑色的穿搭上就很值得借鉴，利用红色配饰呼应，或是红色丝巾点缀，又或者露出颈部肤色，让黑色远离脸部，整个人看上去精神又气质。三是利用色彩之间的呼应，让穿着更洋气。许多中年女人在穿搭时，往往会不小心走偏，误以为花哨的服饰才能彰显美丽，但事实上，她们可能在色彩搭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当你对如何搭配感到迷茫，又担心显得过时，不妨记住一个重点原则，保持全身色彩的和谐统一，运用色彩呼应或同色系搭配等技巧，这些方法都能让你的着装看起来更加时尚和高雅。四是利用配饰展现端庄的视觉效果。尽管丰满的体态会限制我们的穿衣选择，但对那些步入中年的女性来说，学会营造出一种贵气感是至关重要的。一旦你的气质散发出贵气，你整个人就会显得端庄而优雅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像精致的盘发、佩戴珍珠饰品以及淡雅的妆容，这些细节都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高贵感。三，旗袍保留女人味又显贵。我们看到那些看上去端庄大方的女人，脑海中第一印象就不会是干瘦的人，而是丰腴的身形与独特的气质。身材微胖的女性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，展现出一种贵气感，不需要很华丽花哨的服装，选择旗袍就能发挥自己身材上的优势，让富态迸发出贵气质感，也能更优雅。一，有轮廓感，不要刻意选择修身款。旗袍这件单品真的是身材丰腴的人才能驾驭住，如果是干瘦身材就少了几分韵味儿。所以微胖身材的中年女性一定要尝试穿旗袍，款式版型上不用太复杂，只需要保持最简单的设计的就好。
腰腹部不用收得很紧，加上正肩线的设计就足够优雅。2. 繁杂旗袍搭配一条丝巾，显瘦又优雅。微胖女性适合旗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其对身形的包容性很高，即便款式略微修身，却也可以通过一条披肩来遮掩，不仅不多余，还会因为披肩而显得气质更加优雅。谁能拒绝身穿旗袍的气质女人呢？3. 不要披头散发，盘发更合适。年龄大了的女性，无论是穿旗袍还是日常的其他打扮，一定要注意发型。发型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你的整体气质。比较推荐且适合大部分女性的发型，就是微卷短发以及盘发造型，25毫米以上的卷度，长度在耳朵至下巴处，既显发量又不会像大妈卷那样显俗气，而且露出额头，看上去气质更端庄大方。4. 跟着许地学穿搭，身材发福也挡不住贵气。虽说穿着打扮自己喜欢就好，但没有人会拒绝他人的夸赞和艳羡。而对于中年发福的女性，我们也并不是就只能是一副大妈模样，一样可以优雅老去。虽说中年女人发福后穿裙装更好看，但除了上面介绍的裙装以外，对于发福的中年女人来说，也不是不能穿裤子。到了秋冬的季节，大家都非常的注重保暖，你也可以为自己选择一款厚实又保暖的毛呢外套，再配上高腰的裤子，就可以营造出一种利落有型的气质。而且像这种高腰裤和短款的外套结合，也会觉得非常的利落大方，非常适合那些微胖且个子娇小的中年女人。宽松的黑色大衣是很多中年女人秋冬最爱的单品，因为它不仅非常的经典，又非常的显瘦。穿黑色本身就可以收缩我们身材维度，再加上宽松的版型可以把多余的赘肉遮起来，就算有些微胖也完全看不到。再配上一条9分裤就可以增高了。鞋子选择一款黑色的短靴，还能够和黑色大衣有颜色上的呼应，看上去更加的协调。穿这种宽松的大衣时，里面配上修身的打底衫，简单又有层次感。而下半身一定要选高腰裤，这样的搭配才能够拉长比例。穿的时候敞开外套，露出高腰线，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身材很好。此时也建议大家把鞋子换成高跟鞋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拉长比例。年龄和身材从来都不是时尚的障碍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穿搭技巧，你也能在冬天展现出优雅的气质。穿搭是一种态度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。无论身处何种年龄阶段，我们都应该勇敢地追求美，展现美。希望以上的穿搭建议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灵感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